我跟你们一起看。已婚想养猫猫，但老公一直不同意啊！你看国王牌不就来了吗？国王逆位不就来了吗？对，你看，你看看，赶到工作，想换工作，这牌这同学一看就是焦虑的，有银行贷款，想去旅游，但一直没确定时间。你知道怎么看这个同学焦虑吗？嗯，但凡坐着的都坐不住，但凡坐着的一张坐不住。其实就这样的，一个人坐不住，主旋律又是火元素，这人肯定焦虑，对吧？咱不就是综合分析嘛？还真的是我，你看唯一站着的哦，支棱的站起来还是张火元素，这就是火烧屁股了，是这个道理吗？那像刚刚那个同学说审判正位，你的主旋律就是水元素的部分，很在乎情感反馈、情绪价值，包括问不这给你的反馈，你可能也很在乎。对，这不就是跃然纸上了吗？这叫复盘。好，还有贷款，还有贷款的情况下呢，你看老是嫌钱不够用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对，我抽的圣杯国王，嗯，对吧？然后宝剑皇后是不是可以对应事业那个板块叙述的两个岗位的 HR，就两个女性搞你心态的就算，但你自己应该也钻牛角尖。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写进你运势里？还有说宝剑皇后可以对应自己呢？你就说你钻不钻牛角尖吧。人际关系上有时候钻不钻牛角尖，然后有时候会不会执着于一些点啊等等，包括这个钻。对呀、那宝剑皇后不就是你自己吗？钻牛角尖，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新同学的解读。总体状态，国王逆位，整个下注主旋律都围绕国王和4号数字的特点展开。嗯，对你这个牌，它好几个4号数字呢，数字4很突出。你知道你的焦虑来自于什么吗？就是你有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不让你快乐，然后又很焦虑，又想要变，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又或者至少在这个季度运势里你找不到改变的方法。这个季度运势给人的感觉就是焦虑的，做事情也是比较保守固执的。对，你看4号数字重，国王主旋律又是是的，对，怎么去复盘啊？然后呢，比较保守固执的，而且缺乏对于事情的掌控力。牌面较多逆位也表明这个季度很多事情发展是停滞不前的，没有突破的能量。但是整个季度运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大起大落，对新鲜事物有探索欲。这段是复盘对吧？整体上复盘的没有错。那如果是补测的时候，因为补测跟复盘它是有差距的嘛。我跟你说，如果我给一个问卜者补测讲，我知道他有贷款，他有想换工作，想养猫，然后这个如果是我不知道他的复盘啊，我分享给大家我如果怎么解读，因为国王就是四季占卜中间这张牌是你整个季度的能量状态和核心课题。能量状态和核心课题，所以我们要先从能量状态和它的整体核心主旋律去解。首先，国王逆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火元素，又是4号数字，所以这个季度最大的矛盾在于他很焦虑，很多事情想做，不管是换工作，甚至是银行贷款，就是他有焦虑和压力在，这是他的特点，但是又是4号数字，又会让他觉得很多东西不能脱离现在。比如在换工作这件事情上，因为背景是他本身就想换工作，会给到我的。在换工作这件事情上，又想离开，又害怕离开，想离开去找更好的机会，但是又害怕离开了不稳定。这是整一个季度的主旋律，很多事情纠结在于又焦灼又想发展，但是又不能逃出现在的现状的稳定性。这是4号数字火元素逆位，能理解吗？是整个季度做很多事情都会有这样的状态。无论是工作，对，又或者是无论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想旅游等等，对，所以会有一种无力感和难以掌控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国王逆位始终是一张国王的阳线的能量，所以呢，这个季度很多欲望上面的，又或者是很多行动力上面的，他还是会尽可能去做的。就你不是一个躺平的季度，就咱也不能只说坏的呀，咱得安抚一下人家呀。那你焦虑就焦虑，在往好的时候，你就越不躺平啊，你很努力呀。就是你如果要做占卜师，你得情绪价值到位，对吧？你光说坏的人，那得多慌呀。这个季度很努力，这个季度呢野心也够，然后呢行动力也够，也确实在不断的尝试。白羊座嘛，破土而出，不断的尝试。咱不一定尝试出结果，但你至少在试的过程，这是整个季度的特点。所以你就去看，这个同学他肯定是这个季度很多事情都想试一试，都想尝试看看，或者都是保持探索欲的，就是因为他是白羊座的能量，能明白吗？就是你看我也没有具体到
对应到某一件事情上面，但我一定是把它这个季度的核心课题和能量描述出来。所以它核心课题是什么？一个是他要去缓解他焦虑的情绪，就是这种坐立难安的情绪，这种焦虑情绪结合他很多逆位，很多时候会让事情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核心课题你就能直接给建议了。另外一个他需要注意的部分其实是跟一个男性的关系，可能这个季度容易起冲突，火元素男性逆位是有可能会起冲突的。那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身边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或者是年龄在你之上的包括但不局限于你的伴侣或者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男性长辈、男性领导，可能这个季度会有一些摩擦。为什么？国王我不会直接问不着一个人的情况，一个人干到死管不住公司，是的啊，明白了吗？这个我有解释到位吗？然后如果背景就告诉我她想养猫，但是老公一直不同意，那可能就是关于养猫的。是的，对的。你看，你就把大方向给人家讲清楚了，然后分析细节。所以它也不难，就是它需要对你们对牌面和对问卜者的背景高度结合，对于牌面的能量，从元素、数字到它本身的盘意到星座等等能高度结合就好。那财运结合辛密斯逆位，反映了这个季度会产生支出，并且想要追求稳定的，但是可能会出现无法掌控的情况。出于收入状况也心态上不是很满足，没有达到预期，死守着工资。那你的财运收入渠道主要是工资，对吧？基本都是玩乐支出，还有一笔银行到期的大额还款，本身健身房也到期续费，但是觉得性价比不高，所以没有续费。中间去澳门赌场还小赚了一笔，但是感觉还可以赚更多，心态上也确实不满足。辛密斯逆位就是确实总觉得手上钱不够用，说句实话，他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只把新币解释成了钱，没有解工作。土元素在接下来一个季度运势中，它会涵盖什么？你的钱、工作、财运和你的什么？你的积累状态。辛密斯逆位一方面想求稳，跟他的核心课题很像，但另外一方面他的求稳又让他觉得不够满足，所以会有种什么感觉？就在这份工作这个 B 班，这个 B 班光上着吧，觉得没有未来；走吧，觉得可惜。这是你可能这个季度很明显的一个心态状态，就是工作状态。虽然说焦虑换工作，但是就觉得怕换不到更好的。辛密斯逆位会有一种又保守又不满足的状态。那同时在钱在物欲上面。物欲也是土元素，在物欲上面也会时常感觉到不满足，想要这个 B 班是个国企，你看看，那你看看，学到带上全阳气累，但是赚，是的。所以呢，复盘也是，就复盘不是把事情往里套，那土元素是工作，然后是钱，是财运，是积累的状态啊。这个月可能想存钱，存到一点钱就花，存到一点钱就花。我估计这个月存不住大钱，还完款存到点钱就花了，存不住大钱。为什么呢？因为辛密斯逆位加上国王逆位，它都不是一个可控和掌控的状态。再加上梅斯逆位想法也多，欲望又重，物欲又重，所以玩得多。上一个老师教我复盘往里套，我们日运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复盘往里套也没有错，但你只套具体事件，你不套底层逻辑是没有用的呀。你是套这个月天天出去玩，但是你真正离你辛密斯逆位的感受你还是差很远的。但辛密斯逆位它除了跟钱有关以外，它确实跟你的工作状况、你的积累情况等有关。你从这个角度慢慢再去分析，它能分析出更多嘛，对吧？你光把事情发生了，我这个月点了30次外卖，然后用了20次美团红包，每个红包只用了3块钱，觉得少，所以我很抠门。你往这种套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只是套小事情是没有用的。我又不知道你背景，我咋知道？要背景啊，姐妹们！真是光收钱不想干活的状态。对，要背景，对吧？太偏偏没有层次，层次能量，就还是那句话，你要把土元素真正涵盖的东西讲。那真正涵盖代表的东西呢？回去看就是给你们开放了秋分夏至占卜那节课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只套了具体事情，就是关于钱，但赚钱和花钱，但是没有把工作的状态、积累的状态、土元素的这种稳定的能量，比如辛密斯逆位，时常觉得太过稳定了等等，套进来。哦，事业是讲的，对不起啊，我没看到。事业还是结了圣杯4和辛密斯逆位，从心态上反映对当下工作的不满足，会出现新的机遇。如有建议多尝试，从物质基础上反映了当下收入状态不满足。哦，对，那这个分析的很对啊，这个同学分析的很对，难怪会被选上。不满足，还有突破，加上在太过稳定，事业上很有上升空间，改变但都国王掌控范围内，基本条件很符合，但是 HR 岗位适配度还是差了一点，被驳回了。后面自己公司也发布了其他岗位跟 HR 的号面试，但后面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岗位关闭了，就本质上没有逃离这个四方形的圈。这个是对的，这段分析很对。那你要是补测，你也是这么讲的，就整体上这个季度就是不断尝鲜，但是没有从大的层面上逃离。
就如果我要给问卜就卜测，我会这么说，就这个季度可能因为国王白羊座确实就是不断破土而出，不断做各种努力尝试的状态，但确实4号牌太重了，没有真正逃离。结合侍从特点，充满热情，探索事物，小孩3分钟热度。4号牌出现稳定的，哎，那你复盘的很对呀。想养小动物，还特地去猫舍看了，最后没买成，没有冲动消费。赌场没有投入过多，就都回到了4号数字的舒适圈，对吧？没有找到下一家，开始营业塔罗，动力十足，第3天开单了，后面就懒了。复盘的很对呀。L3秋季课程精力充沛。从盘面上看，这个季度所有发生都处于停滞，它其实不是停滞不前，它是没有逃出一个没有真正的突破的能量。你前面总结是对的，没有破土，就是没有真正的怎么形容呢？没有真正的改变轨迹，这是4号牌很重且国王逆位的特点，就是没有真正改变轨迹。你会发现所有事情还是跟上一个季度的轨迹是一样的，重合的，只是在这个轨迹里你做了不同的尝试，同时焦虑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去看审判正位，审判正位某种程度上可能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感情上等等，它某种程度上能量的轨迹是有改变的。今天晚上有漏财风险，防止投机。没有毛病，这个同学复盘的很好，复盘的很好，只是说补测的角度来说。如果是我前面国王逆位给大家讲了，然后新密国王逆位也给大家讲了，那圣杯4逆位会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季度水元素跟什么有关？跟情绪、跟情感需求有关系，然后跟感情有已婚，对吧？这个牌也没有什么已婚的突然状况。那我会讲的是一个是这个季度跟伴侣的沟通和伴侣因为情绪、情感需求上面的沟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你不见得能马上的直接的说出来，为什么？会有个宝剑皇后逆位的纠结的过程，或者是钻牛角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季度啊，我估计你跟这个季度跟你老公的一些沟通，可能是会有一些，哎，你会想或者说为什么他会这么，他为什么这样等等，会有那种小别扭，想得多，或者在养猫这件事情上，对，在养猫这件事情上等等会有摩擦，而且这种摩擦的方式是你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你又不能直接的说，对，串起来肯定是难的。所以我跟你们说了，4级占卜很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水元素上面，我们说水元素跟内心最深层的情感情绪有关。4号数字圣杯4逆位，它其实是个想入非非的状态。说句实话，这个季度就是你想的太多了，也不是想的太多，就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想入非非，对什么都想入非非，对感情，对养猫，对工作，多少什么都想入非非点，就这也想一点，那也想，哎，这行不行？这个工作行不行？那个工作行不行？这个工作要不要试试看？那个工作接触看看。对，圣杯4逆位就是这种感觉，它就是一整个想入非非的状态，这是他内在由内而外的情感上的状态。想的比做的多，多少也做点，做但不多，但想的多肯定是的。就他水元素的这种情感，就真的是由内而外的，他不是说为了赚钱去做一点，比如说工作上，他真的就是要不然就是看看吧。对。你在读我的大脑，对，这是圣杯4逆位的，所以这个季度的这种情绪上的各种波动、需求反馈会要的很多。那因为都是逆位，又是4号逆位，这里就可以给建议了。比如说，别想太多，比如说适当的、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欲望，然后控制自己过度的发散啊，不要想太多，以及说行动大于等等等等，这就是分散。然后呢，宝剑皇后对应自己钻牛角尖，对吧？然后很多事情呢都想沟通，风元素跟沟通有关，4级占卜也跟沟通有关，想沟通但是又不能顺畅的沟通，比如跟伴侣。又或者跟一些同事关系等等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沟通说话的方式或者风格，因为宝剑皇后说话容易什么犀利尖锐。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这个季度可能要注意一些女性跟女性有关的，这个女性的说话沟通方式容易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就是对应自己对应身边的人，他都会对应，对吧？以及这个月思考思虑很容易陷入钻牛角尖的情况，那也来自于你自己底层的焦虑和你很多时候又焦虑又不敢突破现状有关，所以这个月的思虑过重，主要来自于不自洽。最后解释的是能量的原型，这个是他要注意的。逆位的我都会提建议，能听懂吗？这个牌就是不自洽。你就会发现你在补测里可能可以说出更多你甚至复盘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有个同事让我很不舒服。对，怎么是看到不自洽呢？4号数字很重。你看我说了，都是坐着的，但凡坐着的都坐不稳，但是又四号数字重，那这是矛盾的能量，那在这里就是不自洽嘛。好，行动层面上刚刚说的还是整体上
愿意尝试尝鲜，然后呢保有热情、探索欲等等都没有错，但是要注意行动力上面的3分钟热度。那权杖侍从再加上国王，对吧？国王逆位，那这个季度容易冲动行事，但这个冲动行事会不会造成大错呢？不会，为什么呢？权杖侍从能量很小，再加上白羊国王逆位，整体上还是 hold 得住的，所以这个季度很多冲动的行为都是在掌控范围内。自问自答法。然后这个季度创造力还不错，就是各种尝鲜啊等等都能去试试。懂了不？强但不多啊。听了解读很深层的，所以报课。哦，是 B 站来的姐妹吗？在给不熟悉条件背景的时候该怎么问？看103的课，103有提问背景。但说句实话，好多维度越好深入啊。都是 B 站来的姐妹们，需要多听几遍。我下一次103的课吧，我们做一个连麦，然后呢，我让小助理收一个案例是完全不知道任何背景的，模拟一次连麦的我提问问题的方式，好不好？